哇哦，这是阿米诺键盘吗？是啊，给我看一下吗？好吧。哇哦，就像一块艺术品一样的。没错。谁都会想要一件像艺术品一样的键盘，要好好保护好它。哇哦，这是阿米诺键盘吗？不是，我也想要。请好好保护你的阿米诺机械键盘，键盘艺术家阿米诺。全宇宙黄油家，各位好，我是聂俊。今天聊半衰期艾利克斯啊，以及借这个游戏聊聊大家一直关心的 VR 行业。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在正式做 Gamer 前啊，就是从事 VR 行业的创业的。好，这期视频比较长，所以话不多说，先聊游戏，然后我再回来演播室好好聊聊 VR。2016年是 VR 元年，那一年我被感召，和几个好哥们到 VR 界创业去了啊，因此当年停更了大半年。但和很多别的行业的元年一样 ，VR 元年啊，似乎也成了 VR 末年。所以 VR 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是否真的是一个噱头或者骗局呢？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话题留到我们视频的第二段来讨论。现在先聊回游戏。这几年 VR 游戏层出不穷，特别是头2年呢，那速度都不能用下饺子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拉稀哈。对，从质量上来说也是拉稀。也就是 PSVR 上的《生化危机7》、《黄牌空战》和 PC 上的节奏光剑还算不错，但 PS4 的性能太猛了，它上面的 VR 游戏牺牲太大，体验并不好，还不如在 PC 玩节奏光剑呢。当然，我丝毫没有看不起节奏光剑，也很佩服那些能把节奏光剑玩得贼溜的玩家。但是，难道 VR 就只能这样了吗？那可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啊！说好的绿洲呢？说好的驾驶高达呢？说好了拯救世界、打败 CEO、迎娶好基友呢？就这样傻站着挥舞着荧光棒吗？太大才小用了吧！以至于我都把 VR 设备晒成咸鱼了。不过我依然很关注 VR 行业，我不相信它会这么一直沉浸下去。我总认为它会是未来游戏的一次革命啊！显然这方面钱多的没地儿花的居胖和我是胖子所见略同啊。所以从 Steam 的母公司 Valve 协助 HTC 做 VR 开始，我就在期待 Valve 真正为 VR 的崛起而做游戏。毕竟在那么多 VR 设备公司里面，只有 Valve 才是正统的游戏开发公司。索尼啊，只能算是半个，因为他们的游戏总是要兼顾 PS4 的嘛。我在16年也确实收到了小道消息啊，说 Valve 在用传送门这个 IP 开发一款 VR 大作啊，但4年过去了，眼看 VR 就要成为像 Kinect 一样的笑柄。我还以为这个游戏永远不会来到的时候，想不到半衰期艾利克斯就出现了，而且还不是传送门的 IP， 而是超级大牌且无数玩家望眼欲穿的半衰期。这足以证明了 Valve 对 VR 游戏的决心和重视啊！什么？你说不了解但又搜索不到半衰期这个名字啊？你试试搜索半条命，哈哈。好，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表达一个概念：每次有新主机发布时，都会有人嫌弃啊护航大作不给力，但是如果把 VR 看作是一个新主机新平台的话，那可是整整4年后这个主机才迎来了唯一一款护航大作。而之前的很多 VR 游戏，包括生化危机啊、节奏光剑啊，都只能说是 VR 的实验性质产品啊。这里就要说明一下我怎么定义实验性产品和真正的作品了。PSVR 上的游戏如生化危机等等，他们虽然有着完整的游戏设计理念，但并没有为 VR 优化过去的设计理念， VR 只是顺带完成了索尼下达的指标而已，所以只是个实验性质产品。而 PC 上如节奏光剑等一大票 VR 游戏，他们确实为 VR 量身打造了一套交互方式，但是又缺少了游戏行业近70年来所积累的设计理念啊！毕竟因为 VR 所诞生的那么多团队里面，也没有几个有正统的游戏开发历史啊，因此只有 VR 的新鲜点，没有游戏的设计艺术，所以这些仍然是实验性质产品。直到了半衰期艾利克斯，才是真正结合了 VR 的特性，又遵循了传统游戏设计艺术的真正的作品。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让艾利克斯备受瞩目，同时也足以让他载入史册。未来如果 VR 真的给游戏甚至整个虚拟世界带来了革命，那艾利克斯将是这场革命的先驱者刚好这个名字又是一个女性人名，又会给这个先驱者一个很具体的人物形象。为了他，我还通过 PAY 交易特地向 HTC 借了一套 Vive Pro，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结合 VR 的特性和游戏设计的艺术来看看这款游戏。得益于这几年 HTC Vive 的分辨率提升，也得益于电脑硬件性能的提升，更得益于 Valve 自身老牌开发团队的美术能力。当玩家第一次置身于艾利克斯的世界时，看着连绵到地平线的城市，看着那么远却仍然如此巨大的中心塔，一定会对这场景有所触动这倒不是因为多么壮观这种壮观玩家见多了而是因为自己真正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触动这一刻觉得自己真的很像头号玩家里的玩家们。这种感觉光是视频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真正戴上 VR 眼镜才能感受到。当然游戏开始的大场景能给玩家渲染世界感，但实际游玩的时候呢，还是要看小场景的功力这里 Valve 运用了传统游戏的理念，设计了很优秀的路线引导，通过了 NPC、声音、场景动画、场景光线等等元素作为指引，让玩家既不会迷路的一本道走下去，又不会觉得被牵着鼻子走，认为是自己做出的决策。这就比早期很多 VR 游戏要高明很多 VR 游戏可能被进入一个世界这句话给束缚了。真的一进入游戏就丢给玩家开放的场景，不仅可以到处走，还没有路线指引结果就是一头雾水，失去了目标。虽然传统游戏呢也有一开始就是完全自由的游戏但是在 VR 的世界里，指引远比传统游戏更重要，因为在 VR 的世界里更容易迷失方向，也更容易被恐怖的气氛吓得不敢前进我之前玩过一个打僵尸的 VR 游戏《亚利桑那阳光》在艾利克斯出来之前，他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他的地图指引就做得不够火候，不仅经常让我迷茫要往哪里走，就算找对路了也总是无法吸引我往下走，感觉场景就是白开水一样的平铺直叙。加上又在 VR 里面面对僵尸恐怖感大增，更让我不想前进想回去躲起来，通关的动力大大减少。因此在 VR 的世界里，探索的欲望要压过恐惧感，才能让玩家玩下去。而在 VR 里，恐惧感又会提升好几个等级，所以地图设计也就更难了，但也更重要了。所以基于传统游戏开发的《生化危机7》在 VR 的体验上并不算好，而这方面艾利克斯就拿捏得很好玩家总会被场景的下个阶段给吸引，不知不觉地忘记时间，等拿下眼镜，我靠，已经过去10年了。Valve 的指引设计功底早在半衰期2上就展现过了，这次更是完美发挥。说到这里，我就不禁地幻想以场景设计著称的宫崎老贼团队，如果做 VR 游戏会是怎么样的体验呢？期待以后有这个机会那说到了恐怖，传统恐怖游戏开发组总是烦恼如何让游戏更恐怖，而以后在 VR 游戏里可能开发组要想的是如何才能让游戏不至于太恐怖因为 VR 的世界恐怖起来那是真的吓人。艾利克斯作为第一人称设计游戏，有点恐怖桥段是理所当然的，里面就有一段完全黑暗，必须用手电筒照明摸黑前进的场景，同时还得提防怪物的袭击，这在 VR 里面是真的很恐怖但通关下来后发现制作组非常的克制，敌人都是慢吞吞的，都给足了反应时间，基本没有突然吓人的恶意都有预警空间，恐惧感更多放在了克服黑暗上，并没有压过探索地图的欲望，但整体气氛又确实让人保持在吓尿的边缘。有意思的是，如果没有这段略带恐怖的桥段，游戏乐趣会大打折扣，通关的成就感就会减弱，但又不能让玩家真的被吓跑打过了还得觉得是自己牛逼，而不是游戏太容易。这种设计一样是老牌游戏公司才能拿捏到位的难怪这游戏从小道消息到发布开发了这么久，虽然流程不长，但这里面的设计细节可谓海量那上面说的都是借鉴自传统游戏的理念，那哪些是 VR 游戏的特性呢？接下来就有趣了在传统游戏里，玩家控制的是角色，再通过角色和世界互动，而在 VR 里，玩家自己就是角色，控制器就是角色的双手，这双手可以做现实中你能想象到的大部分事情，特别是如果使用了 Valve 自家的控制器就更有意思了，它提供了全手指捕捉的功能，这下玩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用大拇指抠鼻屎，用中指给别人点赞手指灵活的像个小浣熊，而且 Valve 的控制器可以和 HTC 的头显搭配使用不愧是师出同门那游戏里的所有玩法、所有系统都是围绕这双手来实现的玩家可以看风景时自然的把手扶在栏杆上，
可以捡起任何理论上举得起的东西，也可以把它们瞄准方向扔出去。放心 ，NPC 是不会在意你拿东西砸它的。可以把酒瓶反过来抓，对着桌子砸烂；可以拿起旁边的马克笔，在玻璃上写画画从此在虚拟世界里做作业，不再是幻想了，甚至真的可以弹钢琴。当然，这些都是胡闹啊，玩家还是要做正事的。游戏里的解谜很好的利用了 VR 的特点，有些按钮和开关需要自己去按下，有时候要拿着探测器去探测电流。要在立体投影成像面前转动成像，去多角度观察。遇到复杂的机关，还要按顺序去开动它们。当然，最有意思的是用这双手去战斗。开发组把射击系统做得非常真实啊。首先是枪的瞄准真实啊，真的是3点一线，需要玩家抬起手来自己去瞄准。当然，大部分 VR 射击游戏都能做到，甚至熟练了，像拿 AK 一样腰射也不是不可以的。但艾利克斯手部的定位更精准，手臂的移动范围也更大。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射击姿势，比如我在游戏里就使用了 CAR 射击方式，也就是电影里 John Wick 里面基努使用的射击方式，也是细胞分裂里 Fisher 使用过的方式就是不把手伸直，而是把枪怼在自己的脸前，并稍微把枪倾斜45度，以获得舒适的姿势。这种射击方式最大的好处是瞄准容易，反应极快，也不容易被空间局限，适合打近距离和小场景作战这完全符合了游戏里的定位当然，真的遇到了远处的敌人，还是把手伸直的瞄准更精准吧。那现实中 CAR 射击最大的问题是枪的后坐力，用沙漠之鹰呢就别想了不然一枪就能把自己的脸砸个稀巴烂，只能选一些低威力的手枪。但即便如此，也要非常强的控制力才能不砸脸但游戏里就没有后坐力了，加上 CAR 最大的优点帅气，如此好的装逼机会不装可惜啦。这也是我玩游戏那么多年，终于可以自己使用 CAR 射击的游戏。另外，刚才说的黑暗场景，那手电筒并不是绑在头上的，而是需要另一个手拿着的。这时候你也可以试一下，不要傻傻的手电筒和枪分开，而是尝试更专业的，把手电筒架在持枪手的下面，再用 CAR 瞄准，让枪和手电筒同步运动。然后视角的转动不靠头部，而是靠腰部和脚部，眼睛和枪和手电筒一直保持3点一线射击状态。如果没有练习过呢，这套动作会不那么流畅。但是玩游戏嘛，稍微习惯就好了，又不需要特别标准。一旦习惯了，这种射击方式将大大提升代入感，远不是按下瞄准键用摇杆瞄准所能企及的。接着是游戏的装弹系统这更加重要，因为它不仅真实，更是游戏战斗乐趣的核心机制，值得详细说说首先要自己把手伸到后脑勺，并按住控制器把弹匣拿出来，也就是模拟从背包后面拿出东西的姿势。同样，在路边捡到的弹匣也要放到后脑勺松手将其塞进背包里存放起来。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一般弹匣很少放在背包里，更多是塞在腰间的弹匣包里。直接越过脑袋从背包里拿东西也很别扭。这里如果做成了从后腰拿出弹匣，会让玩家感觉更帅气更有代入感。但估计这么设计是因为手伸到后腰这个动作会让控制器的感应被身体挡住了太多，控制器还是朝下的各种角度刁钻，导致控制器定位不精准。我就做过一个 VR demo 需要玩家从腰间拔出配件结果就是控制器经常在腰间乱飘。这也是 Valve 作为游戏公司的素养没有一味的追求真实为了更好的体验和规避技术上的小问题，做出一点那么不合理的妥协才是正确的。然后就是换弹匣的方式拿手枪举例，需要持枪手按下弹匣的卡榫，枪上的弹匣自动掉落，另一个手再把新弹匣塞进手枪，然后还要拉一次滑套给手枪上膛。这套动作和现实的手枪乃至步枪的换弹匣是完全一样的用这种方式换弹远没有按一个 R 键方便快捷，不熟练的话甚至会手忙脚乱，但是换来的却是更加真实也更紧张的体验当怪物就在你面前，枪里突然没了子弹了，你要从背包里拿出子弹，按下卡榫，插上子弹，拉滑套上膛，这么多步骤才能再次射击这绝对会让战斗紧张个10.392倍有趣的是，在普通游戏里，这些动作也一个都少不了，但区别就是一个要自己按步骤操作，一个是一键自动完成，这其中的体验就是天差地别的啦。当然，如果够熟练，这套动作一气呵成，不仅速度可以比普通游戏里的固定动画更快，帅气的过程也能给自己上一个心理 buff。
但如果不熟练，心慌了，那可能就各种犯错啊，卡榫没开，弹匣没有塞进去，或者最后忘了上膛，越紧张越犯错，越犯错越紧张，特别是最后上膛啊，最容易忘记了。对于不熟练枪械的玩家都知道是要换弹匣，但不一定知道，或者知道也没有这个意识，新弹匣要上一次膛才能开枪。但对熟练枪械的人来说呢，这里又可以运用现实一个小技巧啊，永远不要打光了子弹再换弹匣，至少留一颗子弹在枪膛里，这样再换弹匣之后就可以省掉上膛这个动作，直接射击快上了许多。其实很多传统的射击游戏里，在动画表现上也是有这个细节的，只不过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而现在在艾利克斯里面，这成为了必须要注意的。但由于在现实中没有 UI 界面提示弹药数量，艾利克斯同样也没有啊。虽然看一下握把就能知道剩余子弹，但也依然很麻烦啊。因此，更专业的做法是，玩家在战斗过程中要在心中默数弹药的数量，达到最后一发主动换弹。这对玩家的心理要求更高了，但也提供了更有深度的乐趣。我在游玩中就保持了这样的技巧，代入感比任何射击游戏都要高几倍啊！虽然也经常一紧张，然后慌得七手八脚。当然，你也可以延续普通游戏里的换弹癌，每打几发就一定要换弹。但是这游戏的子弹单位是按照弹匣来计算的，没打光的弹匣换掉了里面的子弹就真的浪费掉了。换弹癌会很快发现游戏给的子弹远远不够用。虽然丢弃的弹匣可以再捡起来使用，但是没有人会希望背包里一大堆弹匣全是只有1-2发的吧。因此，基于这一整套真实的换弹系统，游戏里的资源管理就越发显得有趣味啊。特别是只剩下最后几个弹匣之后，艾利克斯会主动倒数，这种担心又紧张的感觉非常带入。那中期的霰弹枪，后期的能量冲锋枪，各自的换弹逻辑也不同。霰弹枪需要2发2发的从屁股装子弹，冲锋枪的弹匣则从侧面插入由于是能量武器，不需要上膛，但坏处是不能随时换弹匣，必须打光了才能更换。总之，游戏的战斗围绕着真实又细节的枪械系统打造。艾利克斯里面虽然武器不多，也没有重型枪械，战斗的场面也不是非常火爆节奏也不算爽快，但却是任何射击游戏玩得再溜也提供不了的代入感。自己真正手持一把枪，从充满了新鲜到学习使用，从慌张犯错到熟练操作，从动作随意到各种专业技巧，这种获得一把武器到正常使用到互相信任的过程，只有 VR 游戏里才能体验到，并且现在只有艾利克斯里才能体验到。对于枪械迷来说，传统那种只能叫做瞄准游戏，艾利克斯才是真正的射击游戏。游戏里还有很多利用 VR 特性的地方比如用重力手套隔空取物，比如捡到的帽子和口罩可以往身上戴，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反正细节之多，只能自己去游玩。最后还是想说，虽然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玩的 VR 特性，但是整个游戏，特别是中后期，在流程设计上，在重复元素的不同运用上，在剧情的安排上，就算没有了 VR 的加持， Wolf 一样做到了顶级水准。玩到了最后，我会忘记自己在使用炫酷的 VR 设备，忘记了自己有那么多有趣的 VR 互动，忘记了那些装逼的战斗技巧，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一个虚拟世界，而是真的专注于解决目前的问题，让事件发展下去。这种几乎进入心流状态的忘我代入感，是我玩游戏一直的追求虽然代入感强的游戏也很多，但艾利克斯是第一款让我有如此深刻体验的。要知道现阶段 VR 设备还不完美，容易晕，佩戴不舒适，分辨率不够，有线缆缠绕等等，以至于很多人都质疑这个行业。但我依然真正进入了那个世界，投入到了故事里。这就是用传统游戏设计艺术在完美结合 VR 之后的巨大魅力。艾利克斯之后，我将更加期待，也更加坚信未来 VR 会是一场虚拟世界的革命。好，最后聊聊 VR 行业未来的展望虽然艾利克斯已经趋于完美，但就 VR 硬件来说，离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首先是2个显示器的分辨率HTC 借给我的 Vive Pro 达到了单眼 2K 分辨率，在 3.5 这么小的屏幕里面的塞入 2K 分辨率，已经是现在科技的顶尖了。但这还远远不够一旦贴到了这么近的距离，依然能看到很明显的颗粒感。要达到普通显示器 1080p 的效果， VR 的屏幕至少要 4K， 而不管在技术上呢，还是成本上，这都还需要几年时间。但其实感官上达到 1080p 也还仍然不够至少我现在看 1080p 就还是能感知到颗粒感，这对需要完全沉浸的 VR 来说是大打折扣的。
而要到达现在视网膜屏幕或者是 4K 屏的效果，在 VR 里至少要 8K 以上介于 8K 和 16K 之间。想想看，要制作一个超过 8K 的3.5寸屏幕，还得便宜到大众能消费得起至少现在我还勾稽不出时间。所以每当有人吐槽面板企业研究超高分辨率屏幕的时候说 4K 已经是人眼分辨极限了，8K 也没有什么必要之类的话，我就想说，人家想的可不是看电视那么点需求人家想的是未来的 VR、MR 等等，甚至把屏幕集成在贴眼镜更近的隐形眼镜上。觉得某样技术已经足够了，再发展下去没有意义这种用现在已知的需求去嘲笑大企业对未来的战略部署，那是很可笑的行为这也包括了嘲笑 PS5 SSD 好那么快完全没有作用只是噱头一样，都是只停留在现在的需求。这点下周我们聊 PS5 的时候会详细说到。那除了分辨率 ，VR 对刷新率的要求也很高60帧是不够的，90帧是起步，120帧才能叫流畅。这对电脑性能要求也是恐怖片级别的。试想一下，要运行 8K 以上的分辨率，而且还是2个角度VR 里面2个眼睛渲染的画面其实不一样的还要稳定90帧以上还要达到现在的 3A 大作的画质。那这样的电脑性能还需要再翻多少倍呢？现在也是无法估算的。然后还没完就算上述硬件都做到了，如此大的数据量如何传输到 VR 眼镜上又是个问题。那现在的无线传输是做不到的，但是又不希望像 EVA 那样子拖着个长长的线缆，把这些硬件都集成在 VR 眼镜上吗？那难度更高了，毕竟携带轻便也是重要指标。所以轻便、高性能、无线这3点缺一不可。但是这3点就是互相制约的性能高就得有线，要无线就肯定笨重，轻便了性能又不够。所以不要再觉得什么现在的技术够用了这样，往未来展望，我们技术还远远不够。还有在 VR 里面如何模拟我们走路呢？毕竟现实空间是有限的那现在的做法之一是用手柄控制 VR 里的画面直接移动这感觉非常不好，因为世界在动，但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做出走路的姿势，会出现前庭器失衡会有比 3D 眩晕症更严重的反应。虽然说经过严格的训练是可以适应的但需要长期严格的训练的商品是不可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又不是当宇航员再说了，就算大众真的都适应了，那这也很破坏代入感好吧，和 VR 所追求的进入另一个世界格格不入第二解决方案就是瞬间移动用控制器选择要移动的位置，屏幕一黑一亮就瞬移过去了。艾利克斯默认的就是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确实解决了头晕的问题，但是这也很破坏代入感了比上一个还出戏。所以呢，如何做出一个原地全向移动的模拟设备，又要足够稳定、足够小巧，还要够便宜也是 VR 普及的重要因素。那现在很多公司呢已经在研发了，但离完善还有很长距离。好，以上说的几点呢，就是现在 VR 还不够完善，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不是说明 VR 行业就是个噱头呢？为什么16年既是 VR 元年，又是 VR 的末年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叫做技术成熟曲线的效应。这条曲线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很缓慢，然后突然快速攀升，到了最高点之后呢，又瀑布式的下降，然后再慢慢的爬升这样一个曲线。那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大部分技术都是遵循这个曲线规律的它一直是各大公司评估战略方向的重要指标。那这个曲线什么意思呢？首先前面的缓慢爬升阶段是行业的门牙期，也就是科技树前面那些必须要点开的都在这个阶段慢慢完成。然后一旦这些前置科技都点亮了，就立马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快速飙升期。那对应的现实就是某公司提出了这个技术的概念，然后大家一看，哎呦，这个概念确实可行而且未来的想象空间也很大立马资本开始运作，大量资金涌入这个行业，大量创业公司突然出现懂行的、不懂行的、认真的、骗钱的鬼，各种性质都有。消费者呢，要么对其充满期待，要么冷嘲热讽，反正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报道，感觉世界第二天就要被这个技术给颠覆了一样这往往就是这个行业的元年也就是所谓的风口上的猪。但是这种热度呢，到了最高潮后猪就掉下来了，大量泡沫、资本希望都会破灭，也就是进入了曲线的断崖式下降期。这个阶段，大多数投资都会打水漂，90%以上的创业团队会倒闭，骗钱的不认真的肯定跑得最快，懂行的、认真的团队也会死得七七八八。市面上的产品应用也变得可有可无。这个阶段来得之快基本就是1年时间，所以往往元年也就成为了末年。然后就进入了曲线的缓慢爬升期因为都破灭了嘛。那这个时期少了玩票性质的热钱，少了投机取巧的创业公司，行业回归了理性，
那些认真但是又倒闭的团队啊，其人才会慢慢聚集在少数活下来的公司里面，资源重组分配更合理，市场变得更有耐心。至此，这个死而后生的行业才再次用很缓慢的速度去变得越来越成熟，最后到达顶峰。到达顶峰之后呢，它又会变成下一个新科技的前置科技啊，再次推动另一个成熟曲线以此往复的循环。各位想想，这么多年我们看过了那么多噱头十足的行业，是不是都基本遵循这个曲线呢？而16年的 VR 元年就正是高速攀升期，而现在啊已经跌入了低谷，进入了泡沫破灭期。然后艾利克斯这个游戏就有如低谷的一丝光芒，暗示了这个行业开始慢慢爬升。所以我相信它不是一个噱头，它只是进入了技术的低谷期。所以刚才说那些技术的难题啊，现在其实都已经有了可行的方案，剩下来的就是时间的沉淀，沉淀制作工艺，沉淀制作成本。那这个阶段呢，可能会需要花很长时间，5年甚至10年以上，但它总归是会来到的。10年时间对于大企业来说，对一个行业来说真的不算什么。而一旦这些问题都突破了，那 VR 的应用场景将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包括 AR 的虚拟技术也会和 VR 融合，形成了 MR Mixed Reality 混合现实技术。而各大公司呢，就是因为看到了未来巨大潜力，才不遗余力的去发展 VR、AR、MR 的东西。而这个曲线也可以成为我们从事某行业的指引啊，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先判断它到底处于哪个阶段，之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愿意在哪个阶段努力。是从快速增长期就进入，然后尝试挑战熬过低谷期呢，还是先自我学习做好准备，等到低谷期之后再脚踏实地的慢慢开始的都可以有更好的判断。所以希望各位以后看到了新技术，不要再抱着嘲讽心态去否认，也不要抱着过度期待去沉迷，理性看待，理性分析，看清楚技术发展的本质，不仅会让你心态更健康，也能让你看到更多机会，也避开更多泡沫。而 HTC 呢，从手机业的霸主跌到泥潭之后，似乎也放下了过去的傲气成为现在 VR 行业少有的还坚持在做的似乎他们也做好了打长期战，努力熬过低谷期的打算。如果他们真的熬过了低谷期，跟着行业成长到了发展期，那确实也会有很大的前景。所以最后还是要还个人情现阶段 VR 还有很多不完善、体验不完美的地方，还需要时间去弥补。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提前体验一下 VR 的魅力，特别是想体验一下艾利克斯这款 VR 游戏的先驱者，那 HTC 的 Vive 全系列产品将是现阶段非常好的产品。OK， 今天就到这里下周将迎来端午节，提前祝各位端午快乐各位粽子节哀顺变下期我们也会放假，但放假之前我会出一个水一点的视频来跟大家聊聊 PS5。定会不在，我是年军。小梁姐，是时候来一场真正的对决了吧？好啊，这不做什么了？我们老板说我们广告费花太多，总是超市场。你是想找这个吧？怎么回事？关键时候掉链子，人生就是游戏奇游联机宝，逆转你的关键时刻。